东西方看待世界的角度已经明显出现分歧，而历史只会选择那些向前看的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忠诚 Talk， 我是卢忠诚。今年5月可以说是世界外交的中国月，因为在一东一西两个方向上，世界上的几个主要国家同时开了2场领导人峰会，一场是我们中国人主办的，而另一场中国人虽然没有参加，却处处都能看见中国的影子。前者就是我们中国主办的中国中亚峰会，而后者就是刚刚落幕的 G7 领导人峰会。这2场峰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视为当今国际社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东方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角力的一幕缩影。发展中国家在讲合作共赢、就事论事，而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搞小圈子，对着不在场的国家搞集体霸凌。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看待世界的眼光已经不一样了。以我们中国、中亚5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觉得世界是在向前发展的，自己通过努力是能够把蛋糕做大，把日子过得更好，所以把发展放在了第一位。而同时期呢，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 G7 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感受到了自己的地位相对衰落，因此在他们眼里，即使世界的蛋糕变大了，他们也依然觉得自己的话语权和特权萎缩了。在他们眼中他们自己国际地位是倒退的，因此这些国家便怀念上个世纪7个国家说一句话，全球经济就要经历一场大地震的时代，想要让全世界陪着他们一起开历史倒车。中国中亚峰会中处处写着合作发展。从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来看，中国和中亚5国之间的战略互信已经提升到了全面的高度。中亚国家关注中国的发展，并且希望能够借鉴中国的经验，让自己也能更上一层楼。而且这一次中亚国家明确回应了中国近些年来所提出的一系列发展和安全倡议，这就意味着对中国规划出的发展前景，中亚国家是高度认同的。未来区域整合必将进一步加速，而 G7 领导人峰会中则处处写着联合打压。为了炒热这场 G7 会议从去年开始，岸田文雄和拜登就不断在媒体上放风，鼓吹7国集团将会在这一轮会议上在相关中国的议题上展现出团结。在会后联合声明涉及中国的部分中他们嘴上说着不愿与中国脱钩，欢迎中国发展，但实际上却把中国反复声明的国家红线都试探了一遍，想从经济、政治上全面围堵中国，在中国周边制造不稳定因素，拖慢我们中国的发展脚步。也难怪路透社在给这场会议做总结的时候，形容中国是房间里的大象了。不得不说历史总是相似的，衰落的旧时代的特权阶层恐惧着挑战者的崛起和变革的到来，但历史不会因为沉醉于上世纪殖民帝国荣光的老古董就停下前进的脚步。用数据来说上个世纪70年代 G7 刚成立时，那7个国家的 GDP 之和占到了全球的70%以上，是真正的7巨头。可现在这个数字已经滑落到了30%。如果按购买力评价来计算，金砖国家的 GDP 总值甚至已经全面超过了 G7。这些数字就是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跟 G7 这群既得利益者进行平等博弈，能够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之底气。根据美国媒体的统计，这一轮7国集团的领导人，他们在国内的支持率没有一个超过半数。就这一群人，连自己国家都联合不好，还想联合起来在中国问题上展现领导力，该说是有些黑色幽默了吧。好，各位网友，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